男人勘察暗杀现场时，惊恐地发现地上的手表居然是大哥的，不过他却并不敢明目张胆地捡起来，于是便假装观察地将表踩在了脚下，然后趁女人不注意的时候，便立刻蹲下去将手表捡了起来。而他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却殊不知自从他靠近手表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落入了女人给他设下的陷阱。因为就在刚刚，明台在与鬼子打斗的时候，不小心将手表掉落在了现场。虽然等女人带人赶到现场时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明台的身影，但南田洋子却在角落里发现了这块手表。为了找出袭击日本领事馆的抗日分子，南田洋子当即便布下了这个陷阱。当他通过镜子看到阿成起身的一瞬间，嘴角顿时便露出了邪魅的一笑。可即便他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，但一旁的明楼却还是已经猜到了一切。虽然他明知阿成已经落入了圈套，但现在想要提醒他已经为时已晚，于是便跟南田洋子来了一招将计就计。南田科长在想什么？我想我的猎物已经开始出错了。猎物之所以是猎物，在猎人面前是一定会出错。我很欣赏明先生的手。谢谢。随后二人便找借口离开了日本领事馆，而此时的阿成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，居然拿出手表就直接交给了明楼，并表示这个手表是明台的，他怕留下证据，所以偷偷的将它拿了出来。留下证据的不是他，而是你。此话一出，阿成便立刻就明白了过来，同时明楼也跟他分析了起来。尽管这只手表是明台在打斗时掉落的，但现场那么多人在搜查，不可能没有人发现这块手表。既然在他们进去后就能轻易看见，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，一定是南田洋子故意设的局，目的就是为了调出幕后的大鱼。阿成听后顿时大吃一惊，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出现这个致命的错误。随后他便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后视镜，果然发现后面有车在跟踪他们。而就在阿成准备甩掉他们的时候，却不料被明楼直接制止了，因为现在只要他们有一点异常的举动，那南田洋子就将会立刻对他们抓捕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既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唯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继续犯错，犯更大的错，一错到底。我们需要布一个更大的局，彻底解决问题。随后二人便直接回到了家里，而跟踪他们的人也立刻将明公馆给秘密包围了起来。随即明楼便立刻开始制定计划，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，那就是利用毒蜂的行踪作为诱饵，为这块表编造一个新主人。毕竟南田洋子对毒蜂是深恶痛绝，可毒蜂已经离开上海几个月了，要编造他的行踪起码得好几天。阿成担心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，不料这时明楼却将问题直接抛给了他，让他现在就给南田打电话取得他的信任，因为只要能稳住南田今天晚上不展开抓捕，那他们就能将这盘棋给盘活。尽管此时的阿成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不过他却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拨通了电话。南田科长，我发现了毒蜂的踪迹。在领事馆的案发现场，我发现了一块手表。毒蜂正好也有一块那块手表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出来，而是悄悄地拿走它？毒蜂能够自由地进出日本领事馆，它一定是有内应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盯着这块手表的人就不止你一个人了。我拿走了这块手表，毒蜂的内应一定会认为我是自己人，他会想方设法地联系我。只要我找到了这个内应，我就可以把毒蜂的人头双手封上。果然，当南田洋子听到能抓到毒蜂，便立刻就来了兴趣。尽管他明知阿成很有可能是在欺骗自己，但为了能抓到毒蜂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阿成。不过却在阿成这里上了一个保险，那就是7天之后如果还是不能抓到毒蜂，那他还是一样会将阿成抓捕归案。挂断电话后，南田洋子也第一时间撤掉了对他们的监视。明楼也跟阿成开始制定下一步计划。然而此时的明台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给两个哥哥惹了多大的麻烦，居然带着程景云在宾馆开房，打算在这里庆祝他们顺利完成了任务。